他是获得国际互联网界的最高荣誉乔纳森·波斯塔尔奖唯一一个中国科学家。他是中国互联网建设和研究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主任吴建平。从94年开始呢，我就承担了国家第一个互联网的工程。原来我花20块钱上的那个网，当时就是您，能退钱吗？这是北京大学收的。1000万的设备，然后老师给讲价讲到了10万块。中国互联网从无到有的背后，经历了怎样的过程87年，中国发出来第一封电子邮件，跨过长城走向世界。我们一般开国际会议啊，那个正规的开幕式，穿着西服革领，这个会议不一样。互联网上非常有名的人物，都是穿那个 T 恤衫，穿那个大裤衩子。网络强国究竟要强在哪里？什么时候 WiFi 可以遍布中国？这是我必须回答的问题。看来躲不过去。互联网的这种衍生方向，您觉得有对错吗？未来互联网会是什么样子？大家可以想象，如果全人类用了统一的语言，我们现在的世界会大变样。中国也不能仅仅是互联网的享用者，我们应该成为互联网的贡献者。坚守初心，牢记使命，走进强国新时代。本期演讲者吴建平。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电视荧屏上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萃取植物精华，科学气血双补，感谢熬夜标配的云南白药气血康口服液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今天我们继续我们的开讲的强国使命系列。在20年前，我还记得那个时候，人们生活最担心的是停水、停电。但今天年轻人还有多少担心停水停电呢？你们担心的是断网，你们担心的是流量用完了。确实，互联网这个在20年前可能中国人还非常陌生的东西，在今天已经成为了一个中国变成强国的重要的支柱和标志。今天我们请来的这位开讲嘉宾可以说是中国互联网发展的见证人和开拓者。他在2010年获得了国际互联网界的最高荣誉乔纳森·波斯塔尔奖。这个奖每年全世界只有1个科学家能够获此殊荣，而我们今天的这位开讲嘉宾，到目前为止，他是获得这个奖项的唯一一个中国科学家。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开讲嘉宾，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主任吴建平，有请。吴院士您好，欢迎您，来，您请，您请。谢谢各位，大家请坐。刚才我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奖项，就是互联网界的最高荣誉乔纳森·波斯塔尔奖。到目前为止，您是唯一一位获奖的中国科学家。目前是这个奖项，它是按照这个奖的定义啊，是表彰在互联网的这个发展当中，为它的发展做出贡献的人员。这是您当时在领奖的现场。对。哇！为互联网的建设和发展和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的，是这么定义的。我记得95年我上大学2年级的时候，我的很多同学告诉我，网上相当精彩。我们那时候花20块钱，1个月生活费大概也就200-300块钱，花20块钱咬咬牙说看看什么叫互联网。去了以后，我不瞒您说，那是我人生中最惨痛的一次。怎么回事？1个小时啥都没看见。后来从计算机中心出来的时候，我内心暗暗下决心，骗人的东西，以后绝不碰互联网。当初那个网上确实没有现在这么丰富多彩，只能访问一些少量的一些信息。但是其实今天的中国人，您要说全都了解互联网，也不见得。
您是研究互联网的，一定会经常有人说啊，您是不是跟马云他们是做同样的事儿啊？经常问到这个，经常是问。所以您作为互联网专家，您到底研究的这个互联网3个字是什么概念？互联网这3个字啊，大家到网上搜一下，是吧？网上可能会搜出来很多种结论。对，按照这个发明互联网的人的定义，互联网是采用统一的标准协议，连接各种计算机的网络。这个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我们这个语言是非常广泛的，是吧？五花八门的，各种语言，经常这个需要翻译，相当于我们的人类未来发明了一种统一的语言，所有的人用一种语言。大家想象是什么样的状况？互联网恰恰是这样一个重大的发明。所以互联网就是不管你在世界任何角落，你只要接入这个网络，你使用的是同一的标准，统一的标准，统一的标准。对，这里面的数据包实际上说的是一个格式，一个格式。这就是我们现在常常听到的叫第4版协议，叫 IPv4。所以如果形象的来讲，其实您和您的同事们就像是修高速公路的人，而我们熟悉的那些互联网企业，他们是相当于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的人。对。使用这条高速公路来给我们带来服务的人。对。但真正的高速公路本身，怎么才能让它安全？怎么才能让它提高速度和效率？这些是您和您的同事要关心的事儿。对。今天，作为中国一个发展中的强国，我们所关心的所有的事情都跟互联网开始发生关系。所以，您如何来解读互联网和强国之间的关系？接下来，我们把讲台留给您，用您的开讲来带我们走进您的互联网世界。大家好，我觉得在讲这个网络的强国和网络大国，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之前啊，我想这个互联网呢还得再深入讲一下。刚才我们说到互联网是用统一的协议去连接各种计算机的网络，那么我还是想说，互联网和我们现在非常时髦的很多词汇是什么关系？比方说，一会儿是云计算，一会儿是物联网，一会儿大数据，一会儿人工智能，一会儿区块链，这个五花八门。别人经常说：“哎呀，吴教授，你这个计算机系的人真是老制造词儿，把我们弄得整天跟不上。”我说：“你不要着急。”他说：“这么多词儿，看你们这个互联网是不是就过时了？”我说：“你千万不要去相信计算机的网络能过时，是吧？”我说：“实际上呢，互联网是支撑这些技术的生存和发展的一个基础平台。刚才我们说了，像马路一样，是吧？你那些人工智能也好，大数据也好，云计算也好，你是在路上跑的车。互联网实际上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生存的平台，是吧？几乎所有的应用都可以承载在互联网上。所以互联网呢，最核心的这个功能呢，就是向下它是使用所有各种各样的通信系统，它都可以使用；向上呢，给大家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是吧？所以互联网的高明之处和的取胜之处呢，就在这儿。那么它用什么来实现这个事情？其实互联网这个最核心的这部分，我们说采用统一的协议，它就是不管你采用什么样的交通工具，你是用汽车也好，用飞机也好，用轮船也好，只要你通过各种交通工具，两个人碰在一块儿，因为你是用的共同的语言，所以畅通无阻，啥都可以说。大家可以想象，如果全人类用了统一的语言，那会制造出多少种新的活动来，是吧？我们现在的世界会大变样。可惜我们现在计算机的互联网实现了这样的功能，但是我们的人类还没有实现，是吧？所以这个计算机为什么这么火爆？它的魅力之处就在这里。人们也常说，计算机实际上是比较完整的一个虚拟的空间，是吧？我们也整天在这个计算机上上网，在互联网上上网，大家感觉到这个空间好像和我们的物理社会有关系也没有关系，对吧？它一定是个新的空间。所以呢，我们人们常常把它称之为人类在社会发展当中从陆、海、空、太空的探索和利用发明。那么互联网呢，实际上就变成了一个第五空间，也叫第五疆域，是吧？叫做网络空间的这个疆域。互联网既然有这么大的能耐，到底它的核心技术是什么呢？就是包含统一协议标准在内的它的体系结构。在庞大的网络当中，怎么去找到该去的地方？有些地方你能去，有些地方人家不让你去。我们国家是一个互联网大国，但是呢，我们说我们远远不是一个互联网强国。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核心技术上，我们还处于被动地位，我们还没有掌握这样的核心技术。
我们知道，在这个互联网的核心技术上，它是有一系列的标准组成的。2005年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标准有3000多个互联网的标准。我们看了一下以后呢，只有一个是中国大陆的科学家牵头完成的。所以从我们中国来说呢，确实在这个互联网上是个大国，但远远不是强国。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是强国？那我们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什么，我们才是今天这样的状况，是吧？这个我们知道互联网是哪年诞生的？87年，69年，69年，互联网在美国诞生的。所以呢，我们早期美国诞生互联网的时候呢，中国人根本不知道那边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是79年上的研究生，上研究生时候呢，你要找一个研究方向，是吧？我是计算机专业毕业的，但是不知道这个计算机连成网以后是什么状况。我觉得这个方向是非常有兴趣的，所以我当时呢就选了这个方向。所以在硕士期间呢，是研究了计算机网的一些基本东西。但是81年毕业以后，留在清华大学工作。我这个人呢就不闲的，留下工作以后呢，我说这个网络呀，这么研究了半天，没见到啥是网。我们怎么去研究的时候有个东西研究啊？你看人家这个研究别的，人家都有个东西可以摸一摸、动一动，我这不能光读文章啊，对不对？你动不了东西啊。所以我就下决心，我说咱们能不能按照现有的当初能拿到的资料，咱们搞一个真的计算机网，用当时的单板机，不是我们现在手机这么丰富啊，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板在那放着。它有 CPU， 可以把程序写进去，它也可以动作，但是啥也没有。所以说呢，其实早期这个研制呢还是比较受局限的。87年呢，这个国家派我到国外去进修学习。当我到了这个加拿大的这个 UBC 去学习，导师把我领到一个办公桌上，左边给我一个电话机，右边一个终端，终端上呢就是可以登录到学校的大计算机，而且还可以发电子邮件。是87年的11月份，我记得。哎呦，我就很惊喜，我说这个东西怎么用，是吧？因为和我们在国内研制的那个东西不一样啊，是吧？怎么用？很多这个中国留学生还有这些外国朋友，赶快来给我辅导。哎呀，说这个是没有见过世面的，是吧？来给我他辅导辅导，是吧？而且很快的，我就把这个国外的一些留学生就联系起来了。联系起来以后呢，有一天，突然就是有一个同学就给我转了一封信，说这个是我们中国在今年7月份发出来的第一封电子邮件。我一看很惊喜，是吧？就是我们常常说的跨过长城走向世界。而且我们的这个通讯范围就是没有用了1、2个月，把这个美国、加拿大还有欧洲的一些很多认识的人，很快就大家联系起来了，都能和你发现，哎呦，你来加拿大了，这个有什么事儿联系啊？哎，我说这个东西好，是吧？这个比我们研制的这个网络好得多得多。所以我就暗暗的下决心，我说我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带到中国去，把这个语言得用他这个语言同义语言，不能用我们这个语言。我们这个语言范围太小，知道人太少，是吧？他这个语言，你看全球这么多人知道，所以下了决心回中国去搞这件事。大概在89年底，我回到中国以后，正好赶上我们中国确实也是有很多人在让国家说要建这个国外的网络。当时在我们中关村地区，北大、清华科学院就有一个国家项目，他们就是要商量怎么把他们的计算机都连起来，所以才有我们在94年国外的连了第一个64K 线路。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互联网呢，在中国可以诞生了，但是呢，它还是在很小的范围之内，所以我们当初就是在这个情况下呢，就开始学习引进这个互联网技术，是吧？从94年开始呢，我就承担了国家第一个大的互联网的工程，叫做这个中国教育科研计算机网。小萨刚才说他95年在北大用了互联网，我敢肯定他用的是我们建的网。这个网建起来了，但是这个网是怎么个工作机理？谁发明的？我们今后的设备自己把它网建起来以后，你并不知道这个东西是谁做的呀？它为什么和我们原来研制的网不同？是吧？我觉得这个东西必须搞清楚，不搞清楚的话，你就掌握不了这个网。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正好在美国呢，正好开始进行这个新的一代的互联网的这个研究的热潮。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中国也觉得我们也是要开始研究，不光研究现在的互联网，还得研究未来的互联网，是吧？当时呢，就是在03年的时候，我记得是吧？我们就到了这个国外去参加互联网的一个
标准组织，是吧？叫 IETF 这个组织。这个组织呢，当初在国外每年开4次会，每次都一两千人在那开会，研究互联网上的各种问题，研究完了把它解决，解决完把它制定标准，推到这个使用当中去。我们去那一看以后呢，也大吃一惊，这怎么和我们一般开国际会议不一样呢？我们一般开国际会议啊，那个正规的开幕式是吧？正规的开幕式完了以后分很多这个分论坛，大家去议论是吧？这个大家都很正规，穿着西服革领，都在那儿宣读文章完了问着问题，散会，晚上这个晚宴是吧？非常的正规。这个会议不一样，这个会议怎么来的？都是穿那个 T 恤衫，穿那个大裤衩子。一问他们都是程序员，都是这个编代码的是吧？都是在互联网上非常有名的人物。我觉得这群人一定有他们的魅力所在，一定是一群不一样的人。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才知道哦，世界上还有一群在为互联网默默无私奉献的人。你说这里面有没有很多都是亿万富翁？当初这个比尔盖茨都全球很有名，他是非常有钱的，是吧？那这些人我一问呢，没有因为发明互联网而成为亿万富翁，是吧？像我们现在互联网的发明人温瑟先生，是吧？他仍然是一个公司的雇员。互联网的贡献在于什么呢？当你发明一个技术用在互联网上的时候，你必须声明你要放弃你的所有知识产权。你没有听说做互联网技术的人变成一个什么亿万富翁，但是在上面跑车的、搞别的，那是亿万富翁太多了，是吧？我觉得我们真是应该为这一批人热烈的鼓掌。当时我就下了决心，我说我也要成为这样的人。中国也不能仅仅是互联网的享用者，我们应该成为互联网的贡献者。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正好国家那时候就开始进行这个下一代互联网的研究，是吧？就是我们叫中国下一代互联网示范工程。承担了这个项目以后呢，就要建一个 IPv6 的网。V4 和 V6 呢，好多区别，好多不同。最大一个不同呢，是当时 IPv4 协议设计的时候呢，把这个地址设计小了。设计了2的32次方个地址，大概41个地址。80年代初期的发明人，他们认为41个地址多大的网啊？不可能，这辈子不可能扩大那么大。结果用了没几年，发现不对，发现不是一个人用一个地址啊，一个人可能用很多地址啊。比方说物联网，以前这个物联网大家是从来没有想到，我们的所有东西都要联网，灯泡一个一个都要联网，是吧？家里边的各种装置都要联网。这个地址空间就不知道需要多大，那你不用IPv6能行吗？肯定不行。所以在设计 IPv6 的时候呢，人们就想，干脆这一次咱们一次把它弄大，是吧？让它这个网络以后是无边无界。设计了2的128次方个地址，大家想想是多大的空间呀？这不是一个沙粒有一个地址的问题了，恐怕是要它的空间的尘埃都会有地址。除此之外，其实还有别的功能，像这个安全功能。现在我们整天说这个网络不安全，大家都知道这个网络很多的安全问题没有解决，是吧？到底网络安全是什么问题呢？在研究当中，我们就发现，互联网里面一个最大的安全问题是什么呢？目前我们在 IPv4 的网上传的任何一个数据，这个原地址从哪儿发出的这件事情呢，从来在传递过程中不去检查。不光传输者可以用别人的地址塞进去传出去，在传输中间，别人也可以假冒一个地址放进去。就现在大家用的互联网，到现在为止，实际上还是这种状况。所以网上的很多的安全的隐患都由此产生。我们就觉得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时我们说这个东西一定要在我们新建的 IPv6 网上要实现，看看怎么样让它做到我随便拿一个数据传输的数据，我都知道它从哪来到哪去，是吧？否则的话，这个出了安全问题都不知道谁做的呀。所以我们觉得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我们想做这个问题呢，肯定不是中国人自己解决就行了，是吧？一个互联网是全球联网的，你光中国人自己解决了，那好，别人来的你不知道他从哪来的，那不是害自己吗？是吧？所以我们说一定要在这个 IETF 组织里面呢，让他们知道这个事情，我们和他们共同来解决这个互联网上存在这个重大的安全漏洞。那好，我就带着我们的团队去到这个 IETF 组织去，建议要设立一个专门的工作组来研究这个问题。那天呢，出奇的人多，一下来很多人，我也有点胆怯。我说怎么回事？这个事怎么这么多人感兴趣啊？一下乌鸦坐了一大屋子，
大家在那个上面就开始议论，赞成的、反对的各有很多。很多人说互联网是自由的，不能这个谁想干什么干什么，不能在上面知道大家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啊，这个声音也很多。但是也有人说，那人类社会如果都不知道人从哪儿来到哪儿去，那个人类社会会变成什么样子，是吧？都没有护照，都没有身份证，这社会变成什么样子了？自己就打起来了下边，是吧？搞得我没事干了在旁边。下来以后，很多互联网的这些技术的一些大拿就开始和我们沟通，说你们说的这个问题其实非常重要。我们呢，其实一直想解决这个问题。最后他说，咱们为了消除他们的这个反对声，咱们是不是分而治之，是吧？咱们从小范围开始，逐步的往大。所以2年以后成立了第一个组织，差不多有20个国际标准，中间有1/3是中国人。我们发展互联网，变成互联网大国到强国，大家不要看这个一字之差，实际上代表中国已经进入一个互联网的新的时代。05年的时候，有3000多个互联网的标准，只有1个是中国大陆的科学家牵头完成的。最近我们看到统计，现在已经到了8000多个标准了。那么中国人占的标准有多少个呢？快到100个了。我觉得有了这100个，我们就有信心做到1000个，甚至更多。最重要的目的，要让互联网更多的造福于国家和人民，还有一个就是造福于全人类的美好家园和共同体。我觉得这是我们所追求的一个目标。另外呢，我觉得我们这一代网络的这个技术人员呢，承担这个沉重的历史使命。但是我相信呢，毛主席说过一句话啊，这个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互联网网络强国的梦，我坚信一定会实现。我们这代人实现不了，你们可以实现。萃取植物精华，科学气血双补，云南白药气血康口服液，熬夜标配，邀您继续收看开讲。谢谢各位，请坐，请坐。我觉得其实今天吴院士在跟我们一直在分享的就是他最关注的，在互联网的这个技术领域，也就是刚才您说到的体系结构这个专业领域当中，我们其实在今天有机会成为强国，就看我们在座的年轻人们，我们这一代科研工作者们能不能抓住这个机遇，在这样一个节点上，把中国真正带入一个互联网的强国时代。所以再次感谢您，在今天这个讲台上发出的这样一个呼吁和呐喊。哎，刚才我也听到了一个特别震惊的消息，原来我花20块钱上的那个网，当时就是您搭建起来的。对于什么都没看到的人，能退钱吗？那是北京大学收的。在您开讲的过程当中，有观众用小纸条给您写了好多问题。吴教授您好，您说中国是互联网大国，但不是互联网强国。如今我们这批90后已经全部成年，正式接过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的大旗。谁把大旗交给你了？但是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我发现我还有周围的大多数人都在为分数2字所困扰。大学当中选课考虑的也不是能否学到知识，而是这门课怎么才能通过考试。似乎已经和您那个年代为国效力去奋斗不同了。我觉得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情况，一代人的环境，一代人的志向。我觉得他们这一代人呢，确实生活在一个比较优越的环境里，但是我觉得他们实际上还是从内心里想为国家做点事儿，对，为人类做点事儿，对，是吧？要不他不会问这个问题。对，我自己觉得，就这个问题不是今天才有，从我当学生开始就有这个问题。我个人的看法，在没有更好的办法衡量你的这个能力和情况之前，考试还是很重要的，还是一个现有的办法里衡量人才的一个标准。对，不光是这个学生，包括我们这个现在这个教授衡量，也要数论文呐。大家都说不应该数论文了，你清华大学都全球都排在前列了，你还数论文？对，论文的数量仍然还是一个标准。因为它
别的不能够衡量的时候，它就要数数。所以大家一定要理解这个事情。从国家，从这个大学，我们都是在力图能够更多真实反映你情况的办法，把它诞生出来，是吧？但是在没有诞生出来之前，这个分还是很重要的。未来等这些孩子们长大的过程中，我觉得咱们国家的教育体制、教育理念会越来越科学，越来越适应真正的人才选拔和发展。别着急，脚踏实地，一步一步，会有接过大旗的那一天。在您开讲的时候，我们也通过央视网图文直播了您的整个开讲，也有观众通过央视网我们的开讲专区给您提问题，看看网友的脑洞。嚯！什么时候 WiFi 可以遍布中国？这一位哇，这也是你们的梦想吗？这是我必须回答的问题，看来躲不过去。但这个像个开玩笑的问题啊！不是开玩笑的问题，这个很严肃的问题。真有这一天？对，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WiFi 呢是无线局域网的一个简称，是吧？是这个缩写。这个无线局域网呢是互联网直接接入我们的智能手机的一个通讯手段。它不用通过我们的移动通信系统，直接就可以分享互联网。没有这个 SIM 卡也可以用，对不对？对。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用移动通信系统，它不用运营商。对，有可能很多地方免费，速度也快，是吧？这个肯定比那个按分钟收费的那个要好得多。所以呢，他希望这个遍布全国。但是我可以这么说，确实 WiFi 在很多地方是非常广泛的遍布，但是呢，它确实盈利模式得有，否则的话就没人投资。像清华大学，我们基本上都覆盖了，校内的都覆盖了，免费 WiFi， 对，都覆盖，不是免费 WiFi， 不一定是免费 WiFi 啊，人家没有说免费啊，没有说免费，没有说免费。这位观众一定后悔了，哎呦，我怎么没加上免费2个字？这个在很多城市里，实际上是提供全市的免费 WiFi 的接入的。我觉得这是绝对是一个智慧城市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吧？但是我也可以告诉大家 ，WiFi 呢，它的无线接入呢还是有局限性的。你这个100米的这个圈子到下一个100米的圈子，你这个跳接的时候，它不是很好的，可以去吻合。对。现在我们的移动通信系统呢，实际上还是互联网的一种很好的接入方式，它是可以在非常高速的情况下不断网。火车上现在还没有完全实现，但是有些他们是想要实现4G 或者未来的5G， 对，就是在高速火车上照样可以用，一个基站到下一个基站，你感觉到迅速切换。在这种情况下 ，WiFi 现在还是无能为力的，是吧？所以说呢，各种通讯手段、互联网都是包容的，大家不要担心，是吧？只要你有能力去覆盖，我们就是包容的。所以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可能是很多人是希望这样的，但是我觉得遍布全国，这个估计是很难实现一下子，是吧？但是可能从某一个城市开始，局部的一个区域的在做。对。下回请您问问题的时候，注意加上“免费”2字。现场还有6位青年代表，他们估计在听完您的开讲以后，也各自从各自的角度想到了他们感兴趣的问题。谁先来问？7秒。吴老师好，小小老师好，我叫齐淼，是一名和科学技术专业的在读博士生。我的科研压力比较大，晚上经常失眠。还好您为我们引进了这个互联网，我失眠的时候呢，就跟好朋友们就是网上聊天。那你就永远睡不着了。越聊越睡不着。他们会给我心灵的慰藉。如果他们睡了的话，我就会看他们的网名。我觉得他们的五花八门的网名也特别的有意思。我的网名其实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经常被大家调侃会比较土，因为我叫孟飞翔。就是一个搞核科学的博士生叫孟飞翔。对，是我。你怎么不叫铀235呢？因为我觉得这个孟飞翔是我对未来的一个憧憬。自从我起了这个网名之后，我妈也起了一个网名叫蓝天。哎呀，她说那个你永远飞不出她的怀抱。对，她说跳不出我的五指山。厉害，妈妈果然还是对。那我特别感兴趣，就是吴老师，您作为中国互联网的开创人，您的第一个网名是什么呢？我还真没有网名。您在网上用的实名？10名，从来没用过网名，我还真是从来没用过网名。那现在呢？您总会用微信吧？微信我也是实名。QQ 没有用过 QQ。马化腾多伤心啊！所以
完全不用任何网名，没有网名。您也不上网发个评论什么的，或者偷偷的潜入。我听他们的评论。您在群里，比如说同学会，比如说您的计算机系会建个群，您也会在群，没有群，没有群。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没有群，他们有群也不让我进去。我确实听说我的课题组的年轻教师就有群，但是不让我进去。您的技术，您想进去还不容易吗？不行，他们说你进去我们就没法说话了。我天，这些斗法都斗在这儿，您进去他们把您拉黑，您再进去又拉黑，所以没有网名。没有网名，让你失望了是吧？没有没有，我觉得体现了一个科学家的严谨态度，已经严谨到对自己的网名也不能乱取，就还是用原名。不能乱说。就所以你叫孟飞翔，妈妈叫蓝天，对，我估计吴院士如果要起就叫全宇宙。都逃不出互联网。我虽然是一个工科生，但是呢，我其实自己特别喜欢诗词，就是喜欢一些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化。那我对互联网的看法可能也跟您不太一样。我觉得互联网确实为我们接触新的事物提供了一个很方便的渠道，但是同时也会让我们失去了很多有内涵的传统文化。比如说，在古代的时候，这个男子向女子表白，他就会写情诗，或者至少得说一句类似于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这样很文绉绉的语言来表达内心的情感。那换做我们现在的男生表白，可能就微信发3个字说我爱你，可能他我爱你就打了一个我爱你，那俩字都是联想拼出来的。这样的男生永远扛不起大旗，我跟你讲，太没有创造力。那现在还有了这个语音的输入，可能以后我们下一代连拼音都不用学了，直接发一个语音就能转换成文字。所以我想问吴老师的是，您有没有担心过，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可能会对我们的传统文化有一个冲击？可能对全世界来讲都会面临这个问题。我可能也是不这么看，我觉得是会有冲击，但是我觉得可能你没有注意，它还有更多让大家更方便了解传统文化的渠道。最近我们清华大学的这个计算机系的人工智能专门写诗词的，写诗词的，看看你比比啊，看看他含蓄还是你含蓄啊？我觉得你倒大可不必担心，我觉得这个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是吧？传统文化的魅力一定会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更加发扬光大。我个人感觉，刚才吴院士说的这一点，倒是互联网在把一些信息碎片化的同时，它给你提供了更多渠道去了解传统文化。获取对，像今天你要对一首古诗，哎呀，有一句我想不起来，马上你就可以上网查。过去你还得回家去翻唐诗300首，没错。现在越来越方便。如果年轻人对这个感兴趣，他反而有了更好的渠道。对对，所以说谢谢您打消了我这个顾虑。那在很多人为您打 call 和点赞的时候，我也想用一首诗来表达对您的敬意。哇，不是人工智能写的吧？不是不是，是我自己写的。致远俱怀强国思，静明数载叹心知。建兴万户落寰宇，平治共望圆梦时。谢谢您把互联网带给我们。长头诗，长头诗，前面4个字啊，向您致敬。谢谢您把互联网带给我们，我们也很期待 IPv6的时代。谢谢您。谢谢。谢谢您。下一位。吴老师、萨老师您好。您好。我是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的学生。对，看你面熟。对。我是老师学生的学生，老师属于我的师爷。搞得像清华的武林门派一样。我们特别喜欢吴老师，经常就想见到吴老师，然后后来我们就发现经常见不到，感觉老师特别忙。后来就和老师的学生，也是我的老师交流，老师说他特别羡慕吴老师身体特别棒，因为老师睡得特别少，晚上12点睡，早上6点起，18个小时不休息，身体还这么棒。然后我就想替在座的年轻人问一句，老师有没有什么秘诀可以保持长时间高效的永动机式的工作？这个其实挺难回答的，也很多人说羡慕我，就是工作时间比较长。其实很难回答的，因为好像天生的。这个回答让我们无法反驳，因为您直接把这个扔到生命科学院去了。这个问题，您真的是从早上6点工作到晚上12点，这个算睡得多的，能睡6个小时是多的。据说，我不知道是真是假，吴院士3分钟睡着，就
经常是比如坐在车上，从办公室到家里10几分钟，您就可以睡一觉。而且您的同事说您还有个本事，是您虽然睡着了，但是对周围的事情全都了解。就你比如说，你正在跟吴院士聊着天吴院士聊着聊着，突然睡着了，但吴院士醒过来的时候，他能接着跟你聊下去。您真的是有这个本事吗？闭目养神嘛，半梦半醒的状态。肯定没有睡着。我经常对这种传言的人说哈，他们经常有人问我，你怎么那么快就睡着，羡慕得不得了。我说就是你的觉睡得太多了，你如果睡觉睡得少，你一定就一睡就着。所以羡慕您这么快能入睡的人，往往都是因为自己睡得太多。没错。哎，你作为老师的学生，还有什么料可以给我们爆一个？也没有什么料吧，就是听过一个特别惊人的传闻，就是老师早期在建设教育网的时候，听说设备商开价开到了1000万的网络基础设备，然后老师给讲价讲到了10万块。这是谣传，这是谣传，这是谣传。要不然下次逛街我们一定带着您，从1000万降到10万。这是谣传，这是谣传。关键那个厂商也真够实在的。不是，他说是传说嘛。传说。但是你肯定是厂商们报的价格，你一定不能相信嘛。对，对不对？一定要。但是人报1000万，你压到10万，这也传说嘛。这也太不相信人家了。这个一定要把国家的这个经费啊，特别有效的使用，对吧？因为它报起来没底儿，是吧？你可以有效的使用，用在刀刃上，刀刃上，每一分钱科研经费。在国内的时候拿100块，就是建了一个易拉宝的模型，然后去 IETF 展示的时候，100块钱做了一个那个参加展览会用的那个宣传画，对，拿过去要2个大皮箱。展示完之后，吴老师说：“你们把这个带回去。”我是准备把那个放到我们的博物馆啊，一个纪念。对，第一次参加 IETF 的会。哦，你们带去的展示品。对。所以必须要带回来。对。虽然只花了100块钱。对。现在我们解开了这个谜团。所以打破传言，第一次参加这个会议所使用的宣传品，这个是有意义。谢谢，谢谢。好，谢谢吴老师。谢谢。你们要扛起这个大旗。下一位，来高佑思。吴老师、撒老师，你们好，我是来自以色列的高佑思。我其实也在北京创办了一家创业公司，叫外国人研究协会。因为很多外国人可能，尤其在以色列或者是别的国家，他们一听中国，他们会觉得，所有的中文会功夫吗？所有的中文会牵一个大熊猫在路上走一走，就是有一些非常奇怪的印象。牵个什么大熊猫？大熊猫在路上就是你没看到过吗？开玩笑的啊！你别到时候真把这消息传回以色列。但是其实我们这个做的事情也是在创业当中，让来自各地的外国人更好的了解中国。不过我们也遇到了很多困难，因为可能感觉这个行业已经饱和，对，竞争对手很多。所以其实我想问你的是，未来的互联网创业的机遇在哪里？这个问题其实很好回答。我们觉得互联网为什么要用 IPv6？要把它做得更大，就是要给大家创新、创业、创造更多的机会。你想一想，这个空间如果更大，那你的机会不就更大了吗？是吧？另外一个呢，中国互联网的发展的是快速发展和政府推动发展的一个过程。你可以看到这个推动互联网发展的各种各样的措施政策是一个接一个，所以我是坚信互联网的创新创业是一个无限大的一个疆域。非常感谢吴教授，也希望你在中国的学习和创业能够一切顺利，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今天这个新的时代，也希望中国、以色列以及更多的国家能够携手，为我们共同的未来一起努力。下一位，吴老师、小撒老师好，我叫刘雅亮，我是在做一项公益寻人的事情。像其实传统的寻人手段有，比如说电线杆贴寻人广告。然后那个传统了，你这个也，我本来以为是报纸登一下，这叫传统手段。电线杆儿，
电线杆还是有海报在用的这种，对。也在用，还有。然后广播呀、电视啊，也有这种广告嘛，就是寻人广告。然后我们这种相当于就是互联网技术在公益方面的应用。2017年3月份开始嘛，慢慢的我们开始找，就是有意识的收集这方面、发布这方面的信息，然后到现在也帮助20多个找到了亲人。我想问一下吴老师，您是互联网的技术开拓者，对互联网在这些方面的应用有原本的一个设想吗？这个互联网实际上是有一个名言，我们不为预测未来，我们创造未来。最早期的互联网的发明人发明互联网的时候，只有3个应用，一个是可以从这个端登录到那个大机器上去能上机，第二个呢发一个电子邮件，行命令的电子邮件，估计文科的就比较困难了，是吧？我连行命令是什么我都不知道，反正是一种语言。第3个呢就是文件，大文件的传递，计算机互相之间传递或者取一个文件，就这么3个功能，根本没有想到现在的这个五彩缤纷的互联网世界。所以互联网的创新是无穷无尽的，只要能够通过人的交流，能够实现的这个理想和梦想，互联网上都可以完成。你尽可去做这个伟大的事业。谢谢吴老师。对，因为他把无数的人连接在了一起，用一种语言。对，这就是刚才吴院士一直在强调的，就是全世界用同一种语言，大家可以联系到一起。这种力量，别说寻人了，还有更多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好，了解，谢谢吴老师。马新宇，我叫马新宇，现在在某家互联网公司从事网络安全的工作。其实我想大家肯定都遇到过个人信息被泄露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某天使用了某个租房 APP。第2天就会有中介的人打电话过来问你，哎，要不要看一个房子啊？对，这边的房子打折了，只要8.8万，要不要买一套啊？对不对？对。吴院士，您考虑的下一代的互联网有没有对保护个人信息做了一些规划呢？其实，这个私有信息的保护啊，是网络安全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网络的安全呢，实际上就是要防止在这个传递过程中它的泄露。在这个方面呢，这个 IP 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在传递过程中它要加密，这是一方面。其实，这个威慑力量是非常重要的。你窃取，别人很快能发现你窃取，能够对你的窃取进行惩处，就会减少他的窃取。现在我们国家刚刚这个在去年6月1号开始实行这个网络安全法，其实里面已经说得非常清楚，是吧？你盗窃就是犯罪了。但是我们从技术上还是能够保障这个政策的实施，是吧？我觉得这是需要科技人员确实应该做我们的自己的事情。谢谢。那其实刚才听您的演讲，您也多次提到了这个网络安全层面的问题。其实习主席也说，有了网络安全，才有了国家安全。那么我想问，就是您觉得网络安全和网络强国之间，它的这个关系和作用到底是什么？我常常说，这个一个网络强国到底有几个标志，是吧？第一个呢，我们说是网络基础的牢固和可靠，是吧？就是它一定是牢靠的。第二个呢，我们就说，在核心技术上一定是自主可控的。第3个呢，我们说在国际组织你要有，就是你说话有分量在那儿，是吧？第4个就是说安全，要系统的保障安全，设计出更完备和安全的体系，是吧？另外，当然我们还有这个应用上也要世界领先，那还要和国际交流，就是互联互通，还要开放共赢，是吧？我觉得这6个标志其实是我们网络强国的重要的标志。好的，谢谢小涛老师，谢谢吴院士。陈秋阳，吴老师、小撒老师，你们好。我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数字娱乐专业的学生，是一个被外界误称为电竞专业的新专业。数字娱乐，电竞专业我知道。他们一般都叫我们叫做其实不叫电竞专业。就是说你们是很多年轻人羡慕的那一批人，就是以打游戏作为专业的。但其实并不是这样。其实不是这样。对我们专业呢，它其实是属于一个电竞产业管理和赛事的运营。我们是作为游戏和赛事的策划者，而不是说天天就上课打游戏怎么着。对呀，我们想象中都是这样，谁打的游戏好，分最高，谁就这学期这门课就过了。当时我们专业出来的时候，网上还有很多网友留言，就说他们专业之前都是
大家逃课去打游戏，那我们专业是不是逃课去图书馆了？因为他们以为我们上课在打游戏。所以估计你爸妈在外边很难解释，很我多人会说，都跟我爸妈解释不对啊清楚。，很多不，关键是很多人会问你爸妈，好好的闺女为什么学电子游戏专业啊？我爸妈也会问我，但是我说，对，但是很难解释。对，你就知道我没有干坏事儿就行了。我就特别想问吴老师，我们的专业是互联网衍生专业，那么对于互联网的这种衍生方向，您觉得有对错吗？这个互联网衍生出这么多的学科和方向，是吧？因为它是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方面了，是吧？对。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科学技术的成果，是吧？它和任何科学技术成果一样，技术本身它是没有对错的。其实你衍生出来这个方向，我觉得也是没有对错的，对吧？你可以用于教育、娱乐和经济娱乐和教育可以，对是吧？对但是你可以弄一个专门让他沉迷的当中的游戏。对。所以我觉得你这个专业没有对错，一定是看人们怎么用这个专业。搞不好你未来设计的游戏能够帮助儿童治愈自闭症啊什么的都有可能。有可能啊，对。也许通过这种方式能够找到新的领域和其他的学科相结合，完全都是有可能发生的。然后我的第二个问题呢，其实是，据我自己了解到，现在的小朋友们补课的课程非常多，已经不仅仅限于语数外了，甚至还有很小就开始学编程的孩子。对，有的。对，现在浙江的高考已经把信息科学技术吧这门课已经纳入到高考的科目了，所以很显然，马上就会有一批孩子父母会根据这个考试方向的调整，可能从小就要培养孩子这方面的能力。可怜呀！我以为您会觉得很振奋，扛旗的人更多了，结果您说可怜呀。那么现在这些小朋友们又比我们聪明，又比我们长得可爱。作为我们这一批老年人来说，再不多会点啥，就觉得压力特别大了。我们身处一个这样水深火热的环境，您觉得什么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呢？就你们这一代年轻人的核心竞争力，他们要跟他们竞争了。现在，这个我觉得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核心竞争力。我觉得你们这代其实特别幸福，眼界我们特别羡慕。真的，我们在你们这个年龄的时候，我们在做什么？可以看看。然后我们在黑暗中摸索，那时候的互联网还是外面都是封锁的，你自己在那自己在做一个根本不知道做得出来好坏，这是一件属于什么地位的一件事情。你说你们现在的这个信息发达，所有的这个事情做的都是世界级的，世界上做什么事你们就做什么事儿，对吧？我觉得是非常幸福的。另外呢，我还听一个外国朋友跟我说，他说你知道中国这么多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一个最大的成绩之一是什么吗？他说有了成千上亿的懂得英语的年轻人，起码去了他能进行简单的交流。他说这个是中国的很大的财富。而且现在随着我们的文化的交流，对啊，世界很多地方开办的孔子学院，也把更多的全世界的年轻人，让他们能够知道中文的魅力，所以以后交流起来就更方便了。所以我觉得能在这个世界大环境里面，你们生长、生存、发展，那是最大的竞争力。谢谢小赛老师，谢谢吴老师。就像您说的，这一代年轻人的核心竞争力，对，同步与世界同步，而且眼界开阔，非常重要。依托互联网的这样一个强大的力量，他们现在几乎可以快速地获得世界任何地方发生的信息。所以你们真的是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好时代。其实，我们很多人都觉得今天中国的发展已经让我们非常骄傲和自豪了，在很多领域我们可能都取得了世界上令人为之瞩目的成就。但是，别忘了，在有一些领域，我们仍然还有很大的距离要走。比如说刚才吴院士给我们年轻一代人提出的互联网的体系结构，掌握了这面大旗，扛起了这面大旗，中国真的才有可能挺直腰杆说，我们在未来是一个互联网的强国，或者说我们有希望成为一个引领互联网发展的强国。而这大旗真的就在这里，谁有本事谁就过来把它扛起来。好，下一期开讲再见。